除了和我们一起下墓的人，其他尸骨都来自体格健壮的男子，死亡时间也并不久远。若青石镇短期内有大量壮丁失踪的话，必然会引起轰动。所以，他们失踪的理由是娘娘墓。娘娘墓是彻头彻尾的陷阱，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宝藏，都是一批批赶绝送死的寻宝人。哦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贪字是五毒之首了。你相信沈小姐杀了他们所有人吗？你不觉得，自从我们来到神府以后，一切线索都来得太顺利了吗？沈小姐的身上的确有很多的疑点，但所有指向她的证据，全部来自沈老爷。所以啊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好了，我们去会会沈小姐。真好看。这沈小姐还挺可爱的，看不出来在装傻。你认为她是在装傻？你没发现吗？这沈小姐长得像孩童一样，玩得浑身都是泥巴，唯独这张脸却干干净净的。娘娘墓外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那么远的距离，她跑过来，衣裙都被树枝勾破了，唯独这张脸是又白净又俏丽，让人忍不住吧想摸上一把。你一个女妖，言辞怎么学得如此轻浮？拜托，轻浮？美色当前，人之常情，好吗？这沈老爷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，你都无动于衷。看来这辈子你注定孤家寡人了。无妨啊，那这辈子就找这聒噪的妖打发时间呗。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。你走，你快走！小宁不要和你玩，你快走！你走啊！唐周，把话说清楚！夫人，你不要激动啊！我就知道你会来找他，你抗拒不了沈家给你的诱惑，对不对？唐周，我们两个16岁就在一起了，你说了多少山盟海誓啊？可如今你想跟他在一起了，我不服！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头啊！哦，接了啊。沈小姐，身手这么敏捷，不像天生痴傻呀。阿爹说湘君不傻，湘君认识好多次，还会背三字经呢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玩一次就够了。如果你想继续演的话，我出手你可躲不了。胡嫂就要回来了，若二位想知道真相，晚上来我房里。安全了。说吧，为何装疯卖傻？是父亲告诉你们的吧？他终究还是不肯放过我，要取我的性命。啊？其实，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亲眼目睹他杀死了母亲。我害怕他将我也杀掉，就假装被吓傻。父亲四处传播娘娘墓的传闻，利用陷阱杀害了好多人。我其实一直都想做些什么，但是有胡嫂盯着，唯一的办法只有假装通灵，跑到娘娘墓面前去提醒那些夺宝人。怪不得你一直拒绝我们来你家驱鬼。石鼓藏，我之前听到沈老爷说到石鼓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耳熟。我之前看过一本杂记，叫做《习族志异》，这里面记载着石鼓藏呢是朵习族不外传的秘术，这由圣女守护着。
不过10几年前呢，最后一任圣女和别人私奔了，从此以后朵席族便销声匿迹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稍微的猜测一下，你娘不会就是那位圣女吧？是。父亲杀死母亲，正是为了族中秘术。但是他已经修习多年，并非一般修行之人可以对付。求求二位，一定要救救我！这是沈老爷，这是沈小姐。沈老爷的恐惧不像是假的，而沈小姐的眼泪呢，也是情真意切。可这唯一能作证的人吧，也就程白骨了。哎，你说凶手到底是谁啊？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只需要耐心的等待。有道理。只要我们在这里一日，真凶便会殚精竭虑一日，就看谁更有耐心喽。不过你真没有把握吗？凶手一旦出现，你便能抓住他？只要不被你拖后腿就行。切，不要看扁人好不好？有的时候像你这种打打杀杀是没有用的，最重要的是靠这里智慧，懂吗？哦，是吗？还好吧。鬼鬼祟祟的。唐天师，唐天师，救命！救命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唐天师，你天生一副好相貌，只要你子见了都会喜欢的。其实我也不想把你变成干瘪的骨头架子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，谁让你们知道太多了。你是凡人，却可将人变成枯骨，是弃养神域吗？这你都知道，我当真还有点不舍得杀你了。其实我想知道，是唐夫人好看，还是我好看？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是选她，还是选我？要杀便杀，我没有闲工夫陪你聊天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罢了，男人都是不知好歹的家伙。哇，好你个沈将军啊，背着我勾引我男人是不是？你不是跌入井里了吗？这么不入流的手段还想套住我，
太小看我了吧你！老爷，吃饭了。你去了阁楼？是啊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能知道沈老爷年轻的时候如此英俊呢？还画的一手好画，看看上面写什么：3月3，吾与宜君携小妹相君外出踏青。这么看来，你跟沈老爷是小姨子跟姐夫的关系，那为什么对外声称是父女呢？而且就因为你姐姐死了，就把她给涂黑了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哎，别激动嘛，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？老爷已经答应我了，若是我把你杀掉呢？他就可以恢复青春，我也可以永葆青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永生永世在一起了。你觉得我要答应他吗？他要和你在一起？对啊，你杀了你姐姐，杀了他最爱的人，他不跟我在一起，难道要跟你在一起啊？我要杀了你！他就不是那个，你也不是那个，你就躺在床上看戏呀？半周吃老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之前你骗了那客栈的小贼，如今又开始骗沈小姐。我不过呢是想见见他的手段，你知道还进来？我不是怕万一你着了他的道，那你变成一具骷髅的话，我也没有好果子吃吗？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。沈老爷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吧？当然没有啦。我只是略施小计，把这幅画给偷出来了，其他的全都是靠猜的。演戏嘛，就是要随机应变了。沈老爷这么思念自己的亡妻，睹花思人都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涂黑呢？妹妹涂黑自己的姐姐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嫉妒。哎，小姨子爱上自己的姐夫，这种戏太俗套了。白漂亮，你果然厉害。哼，还好吧。唐天使，快救我！他疯了！你们若再靠近半步，我就要了他的命！为什么？我这么爱你，你对沈怡君还是念念不忘？你知道我有多痛吗？姐姐为了你，连圣女长生的机会都不要了，抛下族人，和你私奔，到头来却被你亲手杀害。你还有资格想他？那是你逼我的。当初你盗走神玉，吸干了全族人的精血，你修行大增后，追上我跟小姨。我当时向你求饶，求你放过我，但你非要我杀了小姨才肯罢休。天哪！哎，我本来还觉得这个沈老爷挺可怜的，没想到谁也不无辜啊。现如今小姨已经死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，把我关在这里，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倒是永葆青春是吧？我本以为，只有将你变老，你才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。当初明明是你跪在地上说爱我，我才饶了你性命的，你忘了吗？你这个骗子！哎，我说你这女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你逼他亲手杀死挚爱，
你还让他苍老苟活，他怎么可能会爱上如此自私又恐怖的你啊？秀君，你听我说。湘君，你不是喜欢我的画吗？我正打算给你画一幅，画里只有我和你，我们两个生生世世绝不分开，好不好？湘君，求你放过我，相信我。湘君，你千万不要听他们俩的挑拨，是他们逼我说出小姨的事情。他们是要得到七曜神谕，你知道吗？我不骗你，相信我，湘君。是你们，真傻呀你！这种负心汉的鬼话你也信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不是说爱我吗？是你说的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今日才明白，人的贪婪与执念远比妖物更可怕。你别扯上我们妖啊！我们妖的感情最单纯了，只是他们二人实在是太疯狂了。人间有8苦：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而这沈老爷为了躲避一个死字，先是跟姐姐爱别离，又是跟妹妹怨憎会，最后生老苟活。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惩罚了。而沈小姐呢，五阴炽盛，由爱生痴，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沈老爷的爱。他们二人都在避苦，可最后却受尽了8苦。你已经记得挺清楚，你这花精却与旁人不同，身为妖，却总爱行人间之事。没想到我们妖也有大志向吧？七曜神谕，你来娘娘墓就是为了找这个吧？切，我就是问问，又不抢，真小气。七虎、犀牛、喜豹大哥、金女侠，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兄弟们，你们安心吧，杀害你们的人已经死了。我跟唐周已经把娘娘墓里面所有的法阵全部毁掉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殒命了。若有来世，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钱财冒险，可以一生良田美眷，一世无忧。我还有一个愿望。
我希望唐天师能够听到我的肺腑之言。虽然以前的我从来没有害过人，是一只非常非常好的妖，但是希望我以后可以努力做一只更好的妖。要不你的声音再大一点，满天神佛都能听见了。好，公子，慢走。这怎么买起首饰来了？莫非你真的有一个未过门的妻子？你要把这个送给她？手给我。干嘛？虽然人家叫白漂亮，确实是又白又漂亮的，很难让人家坐怀不乱啦。可是我们人要有别，你又是个捉妖师，我只是个小妖怪，这样不好吧？闭嘴！哎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可以离开了？唐天师果然是唐天师啊，气度不凡，告辞。3。怎么回事？你对我做什么了？你也别费力了，待在我身边3步之内。这个镯子上面呢，施了我自创的不离锁。我说几步，你便只能离开我几步。你也别想着摘，没用的。我不信。我信了。你干嘛这样？你刚刚不是说要放我走吗？哎呀，我想了一下，觉得你说的很对。将来呢，你可以给更多的妖做榜样。所以啊，你还得在我身边多待一些时日，接受我的言传身教。不，我不要，我不想这样。根据你每天的表现，我会调整不离锁的步数。好自为之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我们派过去的精锐全部都牺牲了，不过我们拿到了这个。一群废物！是，真是拖不得，我亲自去。活神仙，活神仙，我真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以后绝对不再背后骂你了。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你行行好行不行？10步，10步行不行？10步不行的话，8步，8步可以吧？这样，一口价5步，5步行吧？小丫头这么勤快，不过想赌起不输，你就答应吧。你不买，我替她买。多谢大哥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反正我也够不着。这么喜欢读书呢，那就抄一遍《菩提静心经》吧。你若抄得好呢，说不定我会考虑一下，改个步数。没问题啊，可以啊，抄书嘛，抄10遍都行。来，请喝水。请。让你折磨我，我这就让你尝尝心痛的滋味。虽然我打不过你，但我
知道你心心念念的七曜神玉就藏在这里。摸够了没有啊？你这个顽劣的小妖，没个3年5载，怕是难以教化。你是人是妖啊？你怎么还能灵魂出窍呢？且慢，唐天使，误会，都是一场误会。我刚刚并未想偷你东西，我只想看看这个神奇的宝贝它怎么个神奇法。况且哪需要那么长时间教化我呀？最多3、5个月，我肯定能改好，痛改前非。果然此物离身，伤痕便会再生。你是中了什么毒啊？还是受了什么伤啊？这宝贝怎么能够治你的伤痕呢？我因受伤，导致魂魄不稳，偶尔夜间，魂魄会脱离肉身。曾有人告诉我，我并非我，只有找到4件神器，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你过去不会也是只妖怪吧？我说我是神仙，你信吗？切，你是神仙，那我还王母娘娘呢。治伤就治伤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肩负着凌霄派的重任，师父、掌门都对我恩重如山。我只有活着，才能报答师门。你心怀天下有心怀师门，斩妖除魔还得寻找神器，寻找完神器你还得寻找你自己。累，我听着都替你累，真的。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，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多思无益。没想到，我有一日竟让你这个小妖来教我做人。切，小妖？看你这年龄，也就20出头吧，那就是个毛头小子。你别看我长得年轻貌美，可是我的妖龄肯定比你大，妖生阅历呢，肯定也比你丰富。听姐姐一句劝，前途若梦行，来日随缘往。做人啊，就是不能苦了自己。该放过就要放过，不如你就放过我这只可爱的莲花精如何？还不是时候呢，你急什么呀？切！你就算不放过我，你也没有必要把我带回你的师门找死吧？你身上没有妖气，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了，一妹。你说什么？一妹？不然呢？掌门寿辰将近，正好带你体会清正门风，好好洗涤一下你的妖心。进去之后，要是有人问你什么的，你最好好好的演。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师兄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知道你爱吃螃蟹，特意给你留了几只大的、肥的。师兄，这位是？这是我下山游历时结识的义妹。哦。
我叫秦启，你呢？盐蛋。聊什么呢？大师兄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大师兄，3日后便是掌门的寿典，我特意回来为他贺寿。2位师兄自从下山游历以来已有数日，这次一同归来，想必掌门一定很高兴。唐师兄，唐师兄，唐师兄，我们几个师兄弟可都想死你了。这次回来，你可得多留些时日，我还有几个术法想要请教呢。大师兄，同门的情谊使人盲目啊！哎，咱们这山上可终于来了个姑娘啊！哎，我们几个不是姑娘吗？其实吧，这么些年一直拿你们当师弟来着。这位是盐蛋姑娘，是唐州师兄新收的义妹。我奉劝你们一个个不要动什么歪心思，她在这儿可是有我照拂的。哎，他们一个个都饥不择食的，你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。哎，我听说唐师兄向来不近女色啊。对呀，怎么收了你做义妹了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这说来话长，看不出来吧？我本是一大户人家的大小姐，奈何遭遇山匪，全家皆被杀害。这山匪见我长得还算周正，便想把我据为己有。就在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时候，义兄从天而降，拯救了我。谁知那山匪竟然是一只癞蛤蟆妖啊！那蛤蟆可厉害了，义兄与那蛤蟆苦战多时，最终将那蛤蟆收服了，简直是雪中送炭。义兄的这份大恩大德，我哪怕是做牛做马，这报答都不及1/1000呀！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师兄，你既然已经救了他，为什么不把他安顿好，反而带到师门来了呢？我与义兄告别之后，谁知道那蛤蟆的残余党羽看中了我，我怕他们报复纠缠我，于是我便求义兄将我收下。这义兄见我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的，便答应我，让我做他的义妹了。这不就带我回到师门来了。原来你跟唐州师兄的身世如此相像，怪不得他会动了恻隐之心。难道唐州的父母是被恶妖所害？我不过是随口编了一个故事啊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命运实在不公，姑娘受苦了。不过，现在你可以放心，既然来了凌霄派，我们大家都会保护你的。多谢大师兄。大师兄，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我们去拜见掌门吧。掌门近日在闭关，3日后方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把收妖瓶放下离开便是，不要叨扰掌门清修。好。在这儿发什么脾气啊？拿一只小乌龟出气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小人，怪不得紫菱会睡在棺材里，有这种番规怪癖之人，竟然被我撞上了一个。我日后一定要在话本中加一个爱番规的反面角色。你不是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你的救命恩人吗？去吧，报答的时候到了。我们只是在演戏，入戏太深的话会走火入魔的哦。做戏要做全套嘛，不然怎么能让人信以为真呢？是吧？盐蛋。给我好好写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义兄的螃蟹让我来吧，你赶紧同大伙儿去吃饭。没事。给我吧，你也辛苦了。
严大姑娘，你是客人，烧饭这种事，师弟们愿意麻烦你。作为大师兄，可不能这样无礼。我来吧。真没事儿。我来。严旦，唐周师兄先是对你英雄救美，然后又一路护送，朝夕相伴，你可否有对他芳心暗许啊？这绝不可能啊！这恩情跟爱情是两回事儿。是，义兄他法术确实高超，但他这人的性格一言难尽，相信你也懂得。你误会唐周师兄了，他和你的身世很像，却又比你更加惨一些，所以才造就了他如今外冷内热的性格。他怎么了？他身世有什么故事吗？说来听听。师兄他从小就是孤儿，年少时被他的师父带回凌霄派抚养，二人名为师徒，实际上亲如父子。可后来，他的师父被妖所害，全家无一幸免。从那以后，师兄就性情大变，他在他师父灵前发誓，荡尽天下妖邪，惩恶扬善，绝无宽纵，要以毕生之力守护凌霄派。他对妖的成见这么大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幸好我过去的事情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要是我也有这么悲惨的身世，只怕就不能过得这么无忧无虑了。严旦姑娘，其实我们凌霄派的弟子是可以混假的。唯独掌门要存天理，灭人欲，断情绝爱，为他人所不能为之事，行他人所不能及之道。我虽然是大师兄，却没有唐师弟刻苦，而且他天资颇高，所以门派上下皆知，他才是掌门的候选人。怪不得这一路上他不近女色，软硬不吃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当你们掌门可太辛苦了，明明是个凡人，却有着神仙的要求。守卫正道，难免牺牲嘛。好了，我的鸭汤好了，我先给掌门送去。大师兄，要不咱们先尝尝两个，再给英雄送过去。好啊。吃螃蟹要蘸点姜丝和醋，这样吃多了也不会伤身。大师兄真体贴，你跟唐周完全不像亲师兄弟。唐师弟心怀大志，而我易于方安便可。少了不是？我也是这样的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再来一个。你怪吓人的，在那儿。仗着自己以后会成为掌门，不跟女孩子打交道，就如此不知道怜香惜玉。莲花精来了凌霄派，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，不要蒙骗误导我的师兄弟们。谁蒙骗了？谁误导他们了？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我们妖精之腹，好不好？人家大师兄对我那是热情关切，我自然也要热情回应啊！难不成像你一样冷着一张脸，辜负别人的一片好意？亲近也有尺度问题啊！他们不知道你的身份，若误会了，你负不了责。说到尺度问题，那我们之间这过于亲密的尺度问题，是不是要好好解决一下？过早，剥你的螃蟹吧。谁让你吃了？剔牙不行啊！
不知道于墨这个时候在干嘛？我丢了这么久，想必他该急疯了。大师兄为你钓的鱼，怎么光看不吃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他的真身就是鱼。我跟他待久了，早就不吃鱼了。你离开师门，你会想念他们。我离开我朋友这么久了，我也很想他。而且他现在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一定很担心跟牵挂我。你不是花精吗？哪来的鱼朋友啊？你别想着逃跑了。吃完这顿饭，把外面晒的书都给我拿回来。忘恩负义的小人！筹备掌门的寿典了，下午暂且休课。我特来通知师弟。严淡姑娘不喜欢吃鱼吗？啊，昨夜我见你喜食螃蟹，不若午后我们去后山西涧捉螃蟹吧。我们凌霄派虽然吃食清简，但山中风光甚好，正好可以游玩游玩。好啊，好啊！不行，因为他性子急躁，下午我已经给他安排了其他的课业，磨练心性。义兄，你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了。反正我也无事，不若下午的课业，我陪你一同历练。好呀，好啊！大师兄，他需要的是静心自持，有外人在，不利于修身养性，对吧？不好，书还在外面。这下坏了。再着急也要小心一些，你重要还是书重要。多谢义兄接着我，不然又要闯祸了。大师兄，义兄的古籍刚才淋了雨，估计损坏了不少。这些时日我要帮他一一修复，那就暂时先不跟你去游山了。严淡说的是，为了兄长的书，姑娘能如此奋不顾身，当真是有情有义。来日方长，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。作为师兄，有些话我不得不提醒你。你以后是要做掌门的人，切勿因私情断了前程。大师兄放心，我与严淡是义兄妹，教导他是我的职责。这样的话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的簪子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从哪儿偷的？谁偷你东西了？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纪念。你师父？原来我师父当年没抓住的那只小妖，就是你啊！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如此狡猾，果然是妖性难移呀。哼，这小妖，妖力不济，脑子倒挺灵光。原来那个让我给鱼陪葬的老头是你师父啊！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都是胡搅蛮缠、不辨善恶的人。你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小人的真实面目！
还骂不骂我师傅了？还要让凌霄派人尽皆知吗？还敢不尊师重道吗？是不是很想让我解开你的禁言咒啊？你想得美！这就是你污蔑我、诋毁我的惩罚。过来，把头伸过来。这个簪子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你带着吧。放到那边去，小心点。睡眠咒，气运指尖，力贯全身，居天地之下，欢欢然也。私藏我东西，还敢让我闭嘴？哼，这下栽到我手上了吧？师兄，颜丹这是怎么了？啊，研了半天墨，乏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师妹，所来何事啊？今日是1年1度的中元节，按照门规，我们应该上山守夜镇妖。我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和宵夜了，这不来叫你们一起呢。颜大，你别害怕，这名义上是守夜，实际上就是我们门派1年1度的茶话会，大家都很盼着这一天呢，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憋死我了，终于能说话了，什么情况？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。笑什么？怎么了？唐周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颜大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不是茶话会吗？不能吃啊？不是，刚刚说了这么多鬼故事，你不害怕呀？说实话，你们刚才讲那些鬼故事，真的比我在画本里看到的逊色多了。
哦，你那么有本事，来说一个听听，我也想尝尝害怕的滋味。行啊，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求我，那我就好心好意的给你们讲个鬼故事吧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在听我讲鬼故事的时候，大家必须都得闭上眼睛。若是谁吓得睁开了眼睛，那就算输了。输的人呢，要围着这个篝火正着跑10圈，然后再反着跑10圈，最后坐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听明白了吗？行，那大家把眼睛闭上吧。闭上。我开始了啊。说着从前呐，有一只修炼了1000年的蛇妖，爱上了一个道士。这个道士表面跟他情投意合，其实是想把他的妖缘拿出来炼丹。最后，那个蛇妖被爱冲昏了头脑，对道士毫无防备。就在两人拜天地的时候，道士趁其不备，偷取了他的妖缘，并且将他推下了悬崖。你怎么抢别人的话说啊？这个故事呢，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了，所以提前宣告一下你的失败。哼，行啊，既然义兄涉猎这么广泛，不如你也讲一个，让义妹我尝尝害怕的滋味啊。没问题啊。你做什么？严淡，你别害怕，那个是降妖堂发出来的声音。师兄们每次云游回来，都会把捉到的小妖送入降妖堂关押。这堂内啊是机关重重，堂外呢又布下了锁妖阵，所以会时不时发出铃声。哦，怎么害怕了？谁怕了？那就乖乖的把眼睛闭上。闭就闭。听好了啊。从前呢，有一对夫妇，丈夫和一个砍柴的樵夫一起上山砍柴，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。于是妻子匆忙地去山上找他，找了很久，却只发现砍柴的那把斧子上面血迹斑斑。妻子呢，以为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就哭着回家了。结果过了10日，丈夫突然又回来了，妻子欣喜万分。妻子就问他，说你啊，这段时间去了哪里？丈夫说，他在山上迷了路，找了好久，才找到回家的路。妻子第2日去了集市，遇到了和丈夫一起砍柴的樵夫，便问其此事。樵夫突然大惊，哎，你的丈夫10日之前便已经死了。于是呢，那女子不安地回到家，就看到自己的丈夫正低着头在找什么东西，突然有一双手臂抱住了他。就这，唐天师，你这辈子都吓唬不了我了，好吧？还有，夫人，我的头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啊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严淡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啊你！你不是说我这辈子都吓不着你吗？
哎，你拿的是我的酒。睁眼了，跑吧。小人。当初发现的3个捉妖法阵，其中2名捉妖师的所在地，你都去过了。如今只剩最后一个，凌霄派。严丹一定在那儿。山主，山主，山主，丹鼠呢？他怎么没和你们一起回来？那日我和丹鼠分头行动，后来他迟迟未与大家会合，我们便寻到他最后出现的地方，发现那里只有捉妖法阵的痕迹。只怕丹鼠也落到了捉妖师的手里，还请山主一定救救他。你在这个世上活1日，龙族便不会放过你。如今你在明，他们在暗，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。这样吧，我陪你去。凌霄派不比平常的小门小派，我一人前往便可以。你赶快带大家回去吧。现如今，耶兰山需要你。严丹是我弄丢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毫发无损地把他带回来。龙丹竟然不在你体内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不想死，就快滚！我说过，只要你的鳞片在我手上，但凡你施法，我定能顺着灵力掌来，将你诛杀。上次是我轻敌，今天我必亲眼看着你死透！他已被碎魂钩所伤，灵力大损，必然跑不远。给我好好搜，每一寸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是。我们走，去那边看看。是。雨墨哥哥，周兰，你3番5次让那酒旗逃走，此次又在凡间的第1大捉妖门派的凌霄派大打出手。幸好事后抹去了痕迹，若被凡人发现，那还了得！你要记住，若想成为四海之首，靠的不仅是胆识，还有谋略。是孩儿办事不力，还望父王息怒。不过，我此次虽未能剿灭雨墨，可我却发现他的龙丹已逝，现在他已身受重伤。且没有龙丹护体，孩儿可以向父王保证，一定会在半个月之内将其诛杀。好，加派人手，继续追寻
九旗的下落。与南海联姻之日将近，此事关系到你的将来，也关乎到我整个东海龙族的命运，所以务必尽快将其斩尽杀绝，但切记，不可让他人发现。是，父王。今日掌门命我下山讲学，这道禁制我就先给你解了。多谢啊。晚上我想喝核桃粥，哎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把这核桃都给我剥了吧。好的。你呢，也别想耍什么滑头，这门口有道禁足符，你出不去的。不是，咱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？要如此虐待我？别忘了，你私藏我簪子的事情，我还没有跟你计较呢。小人！大师兄，山上的日子对姑娘来说太过清苦了，我做了碗甜汤，尝尝。多谢大师兄。啊，还是大师兄好啊。那个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义兄，成天就知道欺负我，把我关在这屋里当苦力，给他剥核桃。哇，不愧是大师兄，厉害厉害！师弟这般待你，姑娘为何还如此任劳任怨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嘛，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啊。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其实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打杂的。严淡，其实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对你一见倾心。经过几日相处，我越发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以前你在这世上无依无靠，今后若是你嫁给我，我定会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哼，这么突然，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？也是了，我是知道自己其实是比较有魅力的，可是此事，怕我义兄不会答应。唐州愿不愿意不重要，只要你同意就行。大师兄所言，我甚是感动。但是婚姻大事，我还是得跟我义兄说一下。虽然我父母早逝，可是我母亲曾经跟我说，女子在成亲之前，必须要核下对方的八字，看看是否合适。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能不能等我几天，我再给你答复？终身大事，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那我去写八字。大师兄，这个我昨儿在后山守了一夜，这今早吧，每风一吹，锁妖阵的铃声就会响个不停。我这脑袋疼的呀，想补个回笼觉都不行。你看，要是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先把这个法阵给我撤下来，让我补个回笼觉呢？这……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为难就算了，算了。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，你好生休息。多谢大师兄了。还想跟我成亲，核桃都不给我剥。
就不是那个。哼！妍妍姐姐，丹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？自从你失踪后，山主日夜茶饭不思，已经快急疯了。我们被派去各处打探你的下落，谁知我妖力不济，意外被他们所抓，关进了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实在太过分了！你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，他们却如此虐待你。我虽然是只虎妖，但从未做过任何坏事，可仅仅因为妖的身份，就被打断獠牙关了起来。妍丹姐姐，这里危险重重，既然你安然无恙，赶快跑吧，去找山主。他看到你没事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到时候让山主来救我们。丹叔，你别怕，我现在救你出来。若不是我感应到了符咒被破，及时回来，你只怕就要被万箭穿心而死。以前我一直觉得，若是落在你的手中，那是天下第一惨。可是今日进了降阳堂以后，才发现，你跟凌霄派其他人比起来，已经是活菩萨了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，那些妖本就是咎由自取。我朋友丹叔，就是那只小狼妖，他是为了找我才被抓的，他有什么错吗？我们虽然是妖，可是我们也有血，有肉，我们也会感受到痛啊。我们妖跟你们人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你失去师父会痛不欲生，难道我们失去朋友跟家人就不会感受到痛了吗？杀害你师父全家那只妖纵然有错，可是你不能把责任怪在所有妖身上。唐周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捉妖？你是为了心中的道义，还是只为了心中的私仇呢？颜淡姑娘，你在屋里吗？师弟，你回来了。大师兄，我向颜淡求亲的事儿，他同你说了？他是和我说了。但是呢，你们不能成亲。为何？你说了不算，颜淡说了才算。颜淡，我已将八字写好了，你写了吗？你，唐周，颜淡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如此拦我，是何意？唐周，你以后是要做掌门的，就算你也对他动了心，但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今日降阳堂法阵莫名被撤后，险些引出祸患。哎，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此事关乎师门安危，还请大师兄费心查出真相。要是被掌门察觉的话，恐怕你我二人都难辞其咎。还请大师兄不要被女色冲昏了头。我毕竟是你大师兄，你竟对我如此无礼。大师兄是来找我的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？难道我要继续纵容你欺骗他吗？方才你还义正言辞，但你为了自己的目的，诓骗大师兄破出降妖堂外的法阵，这难道不是利用？你明知人妖殊途，却不拒绝他对你的感情，这难道不是欺骗？首先，是你非要带我这只妖回来的；其次，
我从来没有刻意要勾引过谁，是你们凡人一厢情愿，最后反而大要怪在我们妖身上。若是你如此是非不分，那还真是人妖殊途，是我看错你了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，从现在开始，限你在我10步之内不能离开我的视线，除此之外哪儿也不能去。这里竟有捉妖的痕迹，为何他未将法器呈给掌门？弟子祝掌门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今日借寿典之机，众弟子齐聚一堂，为师甚为欣慰。但吾年事已高，凌霄派须有人担起重任。唐州，吴师兄唐江之闭门爱徒，心志坚定，道法精深，卓然不群，乃所有弟子之表率，亦是吾心中掌门继承人之首选。待我100年之后，凌霄派就交由你来掌管，我也便安心了。师兄的修为居于师门之首，平日里也对众多师弟师妹照顾有加，实乃当之无愧。3日之后，继承受封大典在此举行，想必各位都没有异议。身为捉妖天师，首要的职责便是不枉使命，杀尽天下一切妖怪。可唐师弟似乎对妖心存怜悯，此乃凌霄派大忌。出师捉妖以来，我自认问心无愧。不知大师兄何出此言？唐州一向谨守职责，从未徇私，不知此话可有证据？弟子无意发现，唐州的玉葫芦不久前曾拘过妖，可他却未如实上报，此乃欺骗师门，无视门规。唐州，为何隐瞒不报？掌门，我相信唐州师兄的为人，这当中一定有误会。我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跟他吵架？现在出了事儿，他肯定要把我给卖了呀！唐州，我凌霄派绝不允许有私放小妖、罔顾正义之举，你这样做太令吾失望了。你捉了那么多妖，为何偏偏放过这一只？看来这只妖对你来说十分重要。难道说，你与他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唐州，立刻说出放走小妖的去向，否则按门规严惩。掌门，弟子在游历中发现，人非全善，妖非尽恶，万事无绝对。只要细心教化，使妖从善，我们不必赶尽杀绝。你竟替妖说话！唐州忤逆师门，不忠不孝，恐怕难以承担一派之长的责任。
望掌门三思。唐周，吾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马上说出妖孽去向。掌门，那小妖本性善良，曾救我于危难之境，我也悉心教化。唐周敢以性命保证，此妖以后绝无害人之心。他竟会为我这只妖说话？妖不会害人？难道你忘了你的师父是怎么死的吗？对妖心慈手软，就是弃天下苍生的安危于不顾。你的所作所为，让他的在天之灵何以瞑目？弟子违背门规，甘愿领罚，绝无怨言。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却如此任性，难道连掌门之位也不要了吗？我早已下定决心，将毕生献给凌霄派。当不当掌门对我而言，并无二致。依照门规，本座罚你戒鞭10道。然后送到思过间受戒反省。如果你依然固执己见，毫不悔改，不但再无可能继承掌门，我凌霄派也绝不容你。手下留情，掌门，请您手下留情。义兄在捉妖途中受过重伤，再这样打下去他会没命的。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再也不敢这样了，不会任意而为了。这是我们师门之事，岂容你知会？愣着做什么？走！走啊！走，走！这家店面还真是不错啊！是啊，下次再去一趟。对啊，好，多买点。哎，严丹姑娘，严丹姑娘，你昨日去哪儿了？唐师兄发现你不见了，急得到处找你呢。我昨天去山上逛了逛。杏仁酥你吃了吗？味道怎么样？什么杏仁酥啊？昨日我跟唐师兄下山，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杏仁酥，师兄说你一定爱吃，特意给你带回来。今日掌门寿典，我们特意去山下又买了几两，让大家一起尝尝。好啊。唐师兄是不是在山上给师父贺寿？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我出来透透气，上面太闷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，走吧。明明已经脱身了，还眼巴巴地往牢笼里跳。我果然是一只讲义气的好妖。是何妖物，竟藏在我的佩剑之中？当日你被人追杀，多亏我出手相救，才让你从法阵中脱身。等那小仙来救你，哎，你不说感谢我就罢了，竟还骂我是个妖物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你为何从不敢现身呢？要不是见你堂堂帝君被凡人罚跪在此，我忍无可忍了。
不然，谁稀罕来见你？不管我以前是不是神仙，但我此刻是凌霄派的弟子，一朝入师门，终生需寻道。要是犯了错，就该受门规之罚。啊，迂腐你！你真是可惜，你这身血脉了，竟自甘与凡夫俗子为伍啊！忠心仁义，妖物不会懂。我乃堂堂剑灵，我可不是什么妖物啊！在天界时，我便于剑中被你收服，所以你下凡之后呢，便被你师父一同捡了回来，这我才成了你的佩剑了。既然我们在天上就已相识，那你可知我曾经和一个女子有过什么样的纠葛？这么多年，我总在梦中见到她，但是却始终无法看清楚她的面容。她说我欠她一颗心。行，别说了，我可不想听你说那些儿女情长。多少的人，通天的神力，磅礴的野心，就因为这个爱情呢，毁于一旦了，没劲。我走了。哎，你身为我的佩剑剑灵，并非人身，日后便不要随便出来，这样会惊扰旁人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们凡间的事情？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好好照顾你那身仙衣吧啊！我可不想再易主了。颜淡姑娘，哎，你这是？我这过几日就要下山离开了，这段时日多亏大师兄对我照顾有加，小女子心里十分的感激。这不，找了2壶好酒，既是向你来道别，也是来道谢的。唐州虽被关了禁闭，但还有我在。你若愿意同我成亲的话，便可以留下来。是啊，但是义兄他对我有恩，如今呢，他受罚受伤，你说这婚事他要是不点头的话，我于心不安呢。今天就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了，良辰美酒的，大师兄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意啊。也是，缘分天定。今夜只喝酒，别的明日再说。爽快，来。好酒。再来。丹叔，你赶紧先回去吧。不行，颜淡姐姐，我们一起走。丹叔，你要听话。颜淡姐姐现在还有点事情，没有办法跟你一起离开。这样，你先回夜兰山。若是半个月后我还没有归来，你让于墨前来救我。我不能抛下你一人。我若不把你带回去，实在没法向山主大人交代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丹叔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我记得过段时日就是你的生辰了，我一定在生辰前赶回去，跟于墨好好给你庆祝的。那我让百灵姐姐准备好你爱吃的，等你回去跟我们一起团聚。好，快走吧。注意安全。多谢。都别这么客气，快起来吧。其实我能救你们，多亏了一个人的帮忙，我欠了他一份人情，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你
你怎么还没走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也敢进来？我们妖是知恩图报的，你是因为我才受此刑罚，我怎么可能走呢？听着，降妖堂现在着火了，有几只小妖趁乱攻上了山。若是此时你能够从天而降，将功补过，掌门以后就不会为难你了。快，来不及了！你呀，荒唐！切记，绝不可使用法力。若你身份被发现的话，哪怕我被打死也保不下你。还有，你现在速去通知掌门，然后找个地方躲好。我去将功补过了。嗯。那日是我轻敌，一不小心被你抓住，现在你终于落我手里了。被吸走了那么多的妖力，刚好吃几个天师来补一补。他们这是要假戏真做，血洗凌霄派。他们居然利用我，蒙骗我，自己闯的祸，我自己解决。亲戚，亲戚，没事吧？小心！不是不让你出来的吗？我不想因为我，你的师兄弟全死了。这时候别管我了，赶紧收妖吧。你为什么要帮这些天师？你明明就是……狗男人！前几日暴雨，意外破了降妖堂的法阵。狐妖暗中召集党羽营救，在逃脱之时，故意纵火报复。弟子率众人将所有的恶妖擒获，重新布下了法阵。日后绝不会发生类似之事。你受罚之时，仍不忘师门安危，无心甚伟。今夜降妖有功，功过相抵，之前的事，既往不咎了。谢掌门。掌门。掌门明鉴。掌门，其实之前义兄根本没有犯错，他是为了保护我。在归途当中，我因为十分好奇妖到底长什么样，便趁义兄不注意时，偷偷打开了那个玉葫芦。没有想到那小妖就趁机逃跑了，所以小妖并不是义兄放的，而是我不小心放的。义兄过后答应我隐瞒此事，他是个诚信之人，言出必践，方才又救了我一命，我实在不忍让他再蒙受冤屈了。昨夜光顾着打斗，都忘了我的簪子掉了，谢谢啊。奇怪，我怎么刚刚看这簪子上面的花瓣亮了一下？当年师傅将这簪子给我的时候，说它的材质十分罕见。或许因为你是妖身，沾染了你的灵力，色泽才有了变化。其实我之前说我讨厌你，哎，那都是气话。我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跟其他天师不一样，你并非道貌岸然，你是个好人。好人？我忙活了一晚上，就好人这么点感想？哎呀，你那伤怎么样了？
我看看好点了吗？我没事，好得很，我自己来。好啦，你之前误会了妖，我也误会了你，但是折腾了一番，你现在也知道妖有好的，我亦知道妖也有坏的，咱俩扯平了嘛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光是一个好人，我们是好朋友了。给个机会，重新开始嘛。谁要和一个冒冒失失、谎话连篇的莲花精做朋友？那我就当你夸我聪明、勇敢、美丽、大方喽。有这么自恋的吗？昨夜你平息了祸乱，你不仅得到了掌门的谅解，还得到了全派弟子的拜服，最重要的是因祸得福。我是不是也有什么奖励啊？比如说这个镯子。你行事鲁莽，还敢向我讨赏？我对掌门之位本来就没有兴趣，修行也不是为了这些虚名。你对掌门不感兴趣，难不成你想成亲生子？你不会是假戏真做，喜欢上我了吧？别说你是妖了，就算你是女神仙，我也不可能会喜欢你。哎，那太好喽！从此以后，咱俩一别两宽，相忘于江湖。告辞。你不是说放我走吗？既然现在的危机已经解除了，那么先前的说辞便不作数了。你这个小人，看我打不死！切，还说不把别人当朋友，嘴硬。雨墨哥哥，雨墨哥哥，你感觉好一些了吗？我已无事。当年我在天上弯龙角神散，几近晕厥，是你用灵丹救了我一命。没想到多年之后再次见到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如此算来，我也是欠你2条性命了。雨墨哥哥，你我之间无需这般见外。当初天上一别，谁能想到，竟相隔这么久才得以见面。雨墨哥哥，你找到颜丹了吗？找到了。那你们可还适应凡间的生活？凡间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毫无压力，不像是天庭之上，清冷、压抑。我们2个过得挺好的。你呢？我和敖轩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。敖轩心机深重，绝非良人。你断不可因联姻之事而被裹挟，也不可因南海利益之事牺牲你自己的一生啊！谢谢你，普天之下，也只有你，能如此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了。你离开这么久，颜淡怎么还没来找你啊？颜淡已经被捉妖天师捉走数日。我此次出行，便是来寻他的。
没想到却碰到了敖轩。现在严旦生死未卜，我必须马上前去救他。我同你一起去，严旦也是我的朋友，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。不行，若是敖轩知道，便会拖累于你。我不怕被拖累。那也不行，就算敖轩不知道，你的父王也定会派人前来寻你。我不想拖累你的父王，更不想拖累南海。你说的对，如果我跟着你，只怕会加重暴露你的风险。敖轩知道你没了龙丹，定会想尽办法赶尽杀绝。这是我的逆鳞，你带在伤处，任何法器都无法击穿。如遇威胁，还可以此换我相助。不可，逆鳞乃龙身上最珍贵的宝物，我断了。此物过于贵重，我断不可收。只有你平安，才能找到严旦，也只有你平安，我。赵兰对我的情谊，我无以为报。现如今，我隐居野兰山境，若之后南海有什么危险，你随时可以唤我，我定舍命相助。我会尽量拖住敖轩。东海不愿其他水族知道九旗在世，有我施压，他定会收敛一些。等你找到严旦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。待风平浪静之时，我定会带他前去见你。一言为定。主要是你伤了元气，这药你补补。哎呀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不用那么客气，我没受伤。谁知道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？是不是在借机报复我？我这好心照顾你，居然不识好歹。行，那别喝了。哎，别，开玩笑。开个玩笑嘛，我喝。我来，过来。这平时都是我伺候你的份儿，没想到也有你侍奉我的一天。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再来一口。掌门好。你救了他2次，如今又如此尽心尽力的照顾，可否对他动了情念啊？掌门误会了，昨夜义妹为了保护师门弟子而受了伤，她在这里无亲无故，理应照顾她。弟子绝无其他的非分之想。你乃修行之人，将这些红尘俗事置之脑后，自然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当年你师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你乃天选之人，日后定会成为凌霄派的栋梁。这些年，你也没有辜负我们，你的身上肩负着凌霄派的未来。天师以收妖做法，替天行道为毕生所求。身为一派之长，须明了世间万物皆为虚空，既不受红尘所扰，必当心无旁骛，断情绝爱。弟子对掌门之位，并没有企图。若是凌霄派需要，我愿为师门一生苦修，不染凡尘。你唯有成为掌门，才能真正的带领凌霄派蓬勃前进。希望你不负师父所望，肩负起守护师门的重任。凌霄派的盛衰兴废，全看你了。是。如今王都突现异象，百姓人心惶惶，
安都王因而张榜，广招天师除妖。此乃师门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。吾将此重任交付于你，代表凌霄派前去王都，继任大典后，即可动身。好。唐州秉承师训，今日受掌门继承者之法环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轮转中，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转一程，山海无路万心中，欲别还休几时？恭喜师兄！青藤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黯淡才开人厮守。有没有见过一个手上有菱形印记的姑娘？你是谁？为何寻她？难道她就是杀害严丹全家的那只妖？此番是来寻仇的。说不说？她和我师弟去了王都，接王榜。王都来了这么多天使，看样子这宫里的妖物一定不简单呢。待我们收了那妖物，便可以回去进宫了。来，来。安都王有令，所有接下王榜之人暂且在此客栈歇脚，明日一同进宫。难怪这安都王广招天使，这又是乌鸦又是血水的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近日王都中生于此时的女子大量失踪，想必定与宫中的异象大有关联。哎，我听闻整座王宫白花缠绕，如同国丧一般，实在太不吉利了。你说这宫里不会真的有妖吧？你对捉妖感兴趣？还不是因为你。你掌门让你过来降妖，你非带着我干嘛？怕你这个小妖祸害凡间。你不是要找什么神器治疗你身上的伤吗？你为何不直接跟你们掌门说，反而跑过来捉妖了？师门任务理应恪尽职守，我不想让掌门担心。等找齐了神器，再说不迟。怎么回事？附近有异动。严丹就在附近。云墨，严丹，云墨，我可太想你了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严丹，我一直在找你。但是我找不到你，你没事吧？
你这身衣服挺合身的，哪儿偷的？我这身衣服说来话长，把我当空气了吗？我朋友来找我了。你就是那个白吃了我一盒点心的小子吧？严旦是不是你绑的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有没有欺负你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可狠毒了，他把我当成奴婢使唤，让我给他洗衣做饭、剥螃蟹、研末，最关键的，他还逼我吃鱼。于墨，你就是他的那个于朋友，表哥于黑土啊。我的名字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读错的。你是于妖，为何身上没有妖气？今日我们归家心切，不便与你纠缠，改日定会找你算账。我们走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。严旦，你先去一旁，我会帮你把这些天吃的苦全部讨回来。你既想开打，我当然奉陪。这两个靠山我可是都要靠的，无论打伤了哪个，都是我的损失啊。别打了，这么多瓷器也赔不起啊。那都是他打碎的。其实我刚才也夸大其词了，他对我吧也没有那么差。他把你带走这么久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好啊，那我就速战速决，来。好。我这细胳膊拧不过你们这两条大腿啊！怕了，溜了，你俩打吧，吃饭记得叫我啊。妖血翠染，这花开得越发好了。何人？我不是说过后院不需要人伺候吗？奴婢该死，是殿下，殿下派人传话，请王妃去后花园相见。殿下今年未召，今日盛情相邀，可见从未将旧情忘怀。只是封宫之后，王妃您再未梳妆，镜子蒙尘，这衣衫和钗子的样式也旧了。无妨，这些物件应当也是最后一次用了。王妃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我与他亲戚情重，旁人是不会明白的。我来吧。他喜爱何样的装束，今日自当是好好跟他道别吧。将臣，我曾与殿下相约，若撑纸伞，便放下身位，只以夫妻相称。他既独身而来，我亦无需人伺候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段时间
你可有想我？江辰，我心里一直很挂念你的。我们为何不见？你难道忘了？你既决意如此，今日相见必有所求，不如直说。若我能成全，自当成全。我正如未登王位时一般，只想对你好罢了。我记得你爱赏梅，但是却因为体阴未寒，不能在雪天出现。我便以炭火烘烤，催开着秋季的第一朵梅花，想与你共赏。物景虽美，人已不复从前，何必呢？江辰，我永远都是你的裴洛。之前是因为你不信我了，如今试着再信我一次，如何？有了这美酒还有美食，一定要让那两条大腿握手言和。没想到当年天上一别，竟在这儿遇到你，天可怜见。这一次，我们就在凡界做个了断吧。此处有使用过术法的痕迹。若不是你纠缠不休，严旦也不会遇险的。这次救他，就不劳烦你了。我既收了他，自然要对他的安危负责。是严旦留下的。严旦，只系为了替你报仇，故意留下我的记忆。他可知，你会再次落到我的手上。上仙之位，帝君之爱，凡胎之苦。今日，我要向你一一讨回。严旦，严旦，严旦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在那儿。登上这座城楼，不过100步阶梯，但为了站在此处，共赏盛景，你我几经生死，耗费了太多年华。此情此景来之不易，只能珍惜。这一切，不过都是你的执念，并非我心中所愿。裴洛，江辰，曾经的我，病到甚至不能为你撑起一把伞，
今日我可以在这里为你遮风挡雨，接引你的相救，只要你愿意。这不只是我的江山，亦是你的江山。江辰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陪在你身边，为你撑伞。这红烛是你我二人大婚之日点在屋中的，我望见它，就能想起那日我们和美的样子，便一直好好保存着。你曾经和我说过，想要跟我长久相守，彼此铭心。可凡人寿数短，记忆浅，终有一日会遗忘往日美好。所以我便做了这盏走马灯，以便时时点灯回忆，永不相忘。江辰，你旧时的心愿，我都记在心里的。这虚假的美梦终会破碎，你为何还要让我沉浸其中？你今日所为，就是为了逼我。你心中所愿，从未改变过。你可以说出来，何必要做这些事情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答应是吗？好，最起码让我们先把美梦做完吧。殿下都多久没召见王妃了？今儿怎么就突然破了例，竟还让您帮忙备酒呢？我自有我的伎俩，莫要过早。这是我命人为你专门量身定做的戏服，你可愿着此新衣，再为我表演一次？你本不爱看戏，又何必做此要求？你身陷权力厮杀，却频繁看戏，无非是想营造你耽于享乐、不成大器的形象，以掩人耳目，欺骗他人，保全自己。你我都心知肚明，又何苦戳破呢？情意陌路，大梦将醒。我只盼最后时分，你可以卸下伪装，与我真心相待，
一如最初。江辰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的这个梦便可以长久地做下去。我也一一实现你心中所愿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仍不愿为我改变心意吗？我的心意从未变过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会这么选。裴洛，既然你愿意圆我心愿，那你可否为我改变心意？今日你我重见，本应当恣意欢愉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。我为你准备了你最喜爱的梅子酿，今夜你我畅饮一番，不醉不休。喝了这杯酒，你我便重修于好。以后，你仍然是我最爱的王妃。裴洛，这是你所希望的吗？是。你的心愿，便是我的心愿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做事了。喝下这杯酒，你便会安心了吧？江辰，我与你之间本不该如此收场。你早已不是裴洛，你是安都王殿下。我错了，从给你丹药的那一刻起，我便错了，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殿下小心，此妖已现原形。给我追！
毒性虽退，但妖元受损，短期之内无法恢复人身。严旦所现法阵十分诡异，非凡人所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各走各的路。我要带严旦回去看病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来这里是为了师门任务，跟严旦有何关系？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带他回去？伤害严旦的人很可能是宫中异象的元凶。王都大量女子失踪，人人自危，所以他们都闭门不出。严旦怕是那个时候就被盯上了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么多。你的职责是捉妖，我的责任是守护严旦。至于凶手是谁，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我相信野兰山的温泉定能助他恢复。哎呀，我就是为了躲你们相争才这么倒霉的，被打回了真身，如今还来，团结一下不好吗？于墨，我们下山本就是日行一善的呀，若是有恶妖给我们妖族丢脸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把你那万妖之王的气势拿出来，给他们凌霄派看看，一定把那个害群之马给我找出来。再说了，如果弄清楚前因后果的话，我也可以在我的红尘路上添上一笔，这样不仅能够愚人，还可以警示。那你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自己的妖缘我清楚，无大碍的。况且经历人生况味，写出动人的折子戏，乃是我的大志，别再瞻前顾后的啦。我相信凭借我们3个人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把真凶找出来，到时候我的毒自然就可以解啦。堂堂万妖之王，不会没有莲花精的觉悟高吧？我不与你计较，只是看在严旦的面子上，今日入宫除妖，别拖我后腿。恶妖已于宫中现身，请众天师速速前去助力。将军，没错，那些女子都是我杀的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大胆妖孽，竟敢使用妖术魅惑殿下，草菅人命！我这便将你彻底铲除，替天行道。爱妃，殿下小心，此妖妖力尚未散尽，切莫近身，以免他满心怨气，伤及殿下。将臣，佩洛，我好想回到我们初见的时候。你也这般
柔肤体弱，独立于这南市，倒是与我同病相怜。不如我与你作陪吧。雨伞，雨伞，来把雨伞吧！来，公子，看看雨伞。这把不错。店家，我要这把伞。是你的吗？哦，谢谢姑娘。没想到，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但我无悔，那把伞仍在我的心里。只是日后，再无人于风雨中为你撑伞，你要保重。佩洛。你能再抱抱我吗？若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此生便无憾了。殿下，此妖物今日被殿下授意斩杀，岂会没有恨意？殿下切不可再被他的妖言所迷惑。所系种种，本王定会铭记于心，永志不忘。可有些错，既然犯下了，本王亦无可奈何。莫要怪本王。上穷碧落，下黄泉，徘徊泪将尽，沉落故事心。殿下，此妖妖元已碎，即将灰飞烟灭。届时幽怨之气过盛，只怕会侵染殿下的身体，还望殿下速离。殿下，这位天师说得对，消除怨念的事，就交给我们吧。江城姑娘，将臣，江城姑娘，明明有异，为何会如此？原来玉墨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花精，便是将臣。对不起，一言。江城姑娘，
江辰，江辰，我们约定好，如果我写出了戏本，无论你在哪儿都会过来演出的。我一直按照我们的约定，如今戏本出的序章，可你却食言了，江辰。没想到，当年将臣爱上的那个病弱世子，已经变成了安都王。花江一族向来都是至情至性，绝不会萌生什么害人的心思。哦，方才呢，我已经暗中试探过他的妖元，发现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妖力了。如此看来的话，王宫里的种种异象，并非是他催发而生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些天师为何还惺惺作态，做出那么大的收妖阵仗给谁看？妖物害人一般都会暗中行事，为了避免发生异象，引火烧身。将臣的妖法我认得，他绝对不是害我之人。将臣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洗脱冤屈。唐天师，你此行到宫中的任务是来除妖的，现如今将臣已死，你跟他又非亲非友的，我劝你啊，赶快领了赏赐之后，就离开吧。昙花花期极短，本该很快凋零，而宫中的这些昙花却长期盛开。此花是以妖法催化来挡煞气的，所以真正的妖一日未除，我便一日不会离开。你可是个捉妖师啊，你居然会同情妖？妖也有善恶之分啊。若将臣并非真正作恶的话，就不能让他含冤而死。你们两个都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打来打去的？于墨，于墨，这样就对了嘛。握手言和，联合破案，我们一定要还将臣一个清白。我可没说要放了他，待此事了结之后，再算总账。没问题。诸位天师捉妖有功，本王赐你们黄金100两。即日起，张榜诏告，祸患已除，百姓安乐。谢殿下。禀殿下，在下有一个小师妹，曾在宫外与王妃在戏班一起共事。小师妹虽不知王妃生前是妖，但却知王妃心地纯良，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在下断定，此事必有蹊跷，还请殿下明察。休要信口雌黄！既然你师妹能跟妖做朋友，莫非你们也？这位天师其实是我的一位唐天师，不必与他们计较。我们两个本是凌霄派的弟子，我是他的大师兄，他是我的小师弟。我们凌霄派的威名，岂是你们这些小门小派在这里污蔑的？好自为之吧。你刚刚说你小师妹和王妃是旧时之交，你能在此替她说话，想来也定是重情义之人。不过此事，本王已有定夺，尔等无需多言。禀殿下，
在下无意之间听到过王妃生前所吟之诗，在下猜测，王妃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其中定有隐情。说不定，她在宫中给您留下了什么。啊，当然，这件事情也只有您知道。上穷碧落下黄泉。现如今，他已经是下了黄泉。那上穷碧落，殿下，让我来试试。殿下，木匣上被人施了特殊的灵术，普通法术难以打开，恐怕还要另想其他的办法。既然你可以找到这个木匣，那本王相信。 你一定也可以找到打开这个木匣的方法。这是爱妃留给本王最后的东西。今夜此时，我在后花园等你们。 将臣画中蕴藏的深意，竟然被他一语道破。看来山境中传言非虚，于墨提亲将臣被拒。看来于墨是真的很喜欢、很在意将臣啊。参见殿下。爱妃如今已经灰飞烟灭，我便再次埋了一些她的衣物，为她立了这衣冠冢。她生前最喜欢喝梅子酿，我特意命人多酿来几坛，今夜亲手为她祭酒，愿她能够安息。殿下既然如此爱慕王妃，为何还要找人杀她？ 有些话，本王无处诉说。今日听闻你师妹与王妃是旧相识，便特意召你们前来。本王与将臣夫妻情深，王妃是处处为本王着想，都是因为本王身患怪疾，王妃是为了给本王治病，才出此下策，杀人炼丹。纵使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本王。 但他罪孽深重，错了便是错了。本王总要给那些含冤而死的女子一个交代。殿下对王妃情深意重，众多女子无辜惨死，宫中谈话依然未能消退。若不做法净化一番的话，宫人会受怨灵侵扰。还望殿下准我们在宫中暂留一下，驱赶怨灵，消除怨念。 那便有劳天师了。王妃本是梨园名角，可精通炼丹之术，殿下却从来没有猜忌过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殿下早就知道王妃是妖。不错，本王早已知晓此事。当年本王在南都养伤，杀机四伏，爱妃就曾路过妖身，
救过本王的命。从前我没坦白我的身份，骗了你，你不怪我吗？我可是妖，你不怕吗？你可知，你现在在我眼里的模样，更像仙子。无论你是何身份，你都是救我于危难，伴我于孤苦的将臣啊！当时本王深信爱妃心地纯良，是人是妖又有何所谓？所以我承袭王位之后，立马封她为王妃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她爱令智昏，为我犯下了如此罪孽，终究是本王对不住她。在下与王妃亦是旧相识，得知王妃已逝，在下也是心痛不已。不知可否借殿下梅子酒一用，让我祭奠王妃，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呢？一言果然在她身上。她身上为何带有镇妖之物？若不将此物除去，恐怕无法拿回一眼。能有人与本王一同悼念王妃，吾心甚慰。现如今斯人已逝，还烦请殿下节哀。好不容易把你从唐周的手中抢回来，咱们两个也算是久别重逢了。要不要饮点茶？怎么了？我看你可是无精打采的，不开心，还是有什么心事？要不要我陪你聊聊？云墨，你怎么进我妖园里了？让你偷偷溜出去，现在知道山主大人的好了吧？这是花露，可以滋养妖元，快喝了吧。没想到我们的久别重逢，竟然是因为将臣之死。云墨，你现在还好吧？我能找到你，自然好极了。云墨能把最珍贵的一言给将臣，令人情深意重。如今将臣不在了，他怕是万般难过，不愿多提。我还是莫要再说此事，徒增他的伤心了。颜淡。哦，你们今日找到的那个檀木匣，上面纹着的是我们花间族的锁心藤。每颗藤的打开方式不同，你们后续要多多调查，来寻找打开的方式。好。还有，我知道一眼对你来说十分重要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找到他的。我已经知道一眼在何处了，只是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拿回。
待时机成熟，我一定会将它取回的。而且一眼可以帮助你恢复人身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家了。嗯。于墨呢？今天他怎么不来护花啊？我们山主大人刚刚痛失挚爱，只怕他想一个人悼念悼念，你就让他先缓一缓吧。他喜欢将臣。于墨曾经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给了将臣，可没有想到将臣还是选择了别人。这么多年，于墨对他念念不忘，没想到重逢之日便是死别。于墨心情肯定不佳。如果日后有冲撞你的地方，还请你多多体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专门用来净化怨灵的净身符。那妖妃果然厉害，竟然连凌霄派的天师都除不掉这些花。这怎么办啊？天师，请问，这里昙花是何时出现的？这月初5，王都内诸多生于子时的女子失踪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初始那日，妖妃的宫外便生出了这些昙花，一定是她将那些女子给活活生吃了。他们的怨灵才不肯离开。那最早的异象只有昙花吗？血河和乌鸦又是何时出现的？昙花疯长后，殿下第2日就召了天师入宫，但那妖妃好像并不害怕，反倒是变本加厉了起来。几日后，护城河突然血水横流，引来了成群的乌鸦。再后来，昙花越开越多，整座王宫都被白花缠绕，吓人得很。别说了，走吧。既然安都王早就召来了天师，为何反而生出了更多异象？就算将臣想帮安都王炼丹，可怎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作乱？爱妃喜欢听戏。可有很多戏，本王都还没来得及陪她听完，她却已经不在人世。你能陪本王一同听戏，消解痛苦，本王也算有机会，可以说些体己话。王妃既已离世，烦请殿下勿要太过思量。能同殿下一同听戏，一同饮酒，实属在下荣幸。在下敬殿下一杯，烦请殿下节哀。此物竟是千年桃木所化，暗藏灵阵玄机，怕是极难破除。你可有找到打开木匣的方法？回殿下，打开王妃木匣的线索，定在王妃的寝宫当中。但是在下频繁地出入王妃寝宫，实属不便，不知能否烦请殿下赐我一道手谕，
方便查找。有此令牌，如本王亲临，用了它，不必束手束脚，尽快找到打开木匣的方法。是，谢殿下。娘子，保重身体，要紧。殿下，法事做得如何了？怨灵可有消散？未能完成，想必因怨念过深，还需几日。唐天师，快坐下，饮酒啊！师傅是让我们来收妖的，你日日喝酒，夜夜笙歌是吧？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与殿下可谓是相见恨晚，故多饮了几杯，无妨。快坐下吧，别扫兴，饮酒。宫中怨灵还未净化，此事耽搁不得，你得跟我一起走。这件事情你如此上心，想必是想赶快去找小师妹邀功，讨她欢心吧。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，我懒得和你纠缠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术法不精，请人帮忙，还这个态度啊！再说了，那个木匣也是我找到的，此事与你无关吧？要邀功也是我呀。还有啊，小师妹喜欢的是我劝你离她远点。不是已经握手言和了吗？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修行中人，原来也逃不过一个情字。有人把守，还不赶紧将云墨给你的令牌拿出来？你倒是机灵。当然了，就你这种小伎俩，骗得了裴洛，可骗不了我。安都王非常可疑，我需故意装作与你内斗，方能解除他的戒心，懂吗？妖心不正，才是阴谋诡计。这又不是阎兰山，我也不是陪你演戏的小妖。你看你。但是你可别忘了，现在他相信的是我这只妖，并不是你这个天师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可是安都王的令牌，得此令牌者，可以随意出入宫中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直说。聪明。安都王身上有一块千年桃木，是用来防妖的，我无法近他的身。那你为什么要近他的身？因为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啊。如果我说的是假的话，我同意和你大杀一场。成交。聪明，拿着。还有啊，严旦可不能同你一起查案。凭你的法力，我不放心啊，他必须跟着我。幕府可解，严旦不给。若有实证，我会给你发信号，召你前来。再说了，以我对你跟云墨的了解，既然决定联合调查，就不可能中途变卦，更别说还拿什么莫须有的小师妹说事儿。要我说，就你这种浮夸的演戏，连我们戏台都登不上。要不然你拜我为师？若是在我师门，你这种狂妄小妖早就被关进捉妖瓶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的玉葫芦正缺一枝花插瓶，你觉得你自己合适吗？
自封妃之后，每年生辰，安都王都会赠王妃交房之喜。这几年为何停了？哎，这里记载，王妃于壬辰年孟月自请封宫，安都王受益，其宫中份例一律减半。看来他们早已不和。姑娘，请留步。姑娘，这花从何而来？你要抱它去哪儿？此花原由殿下和王妃合种在百花园中，如今王妃已经亡故，此花无人照料，殿下便下令把它丢了。这个裴洛口口声声说深爱着将臣，可如今却要丢掉他们一起种的花，这一定有问题。大胆，竟敢挡我们圣德侧妃的路，还不赶快让开！一个妃子，身边为何竟是素衣术士？放肆！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还不赶快跪下请罪！慢着！帝君，你们认识吗？帝君是什么？侧妃怕是认错了。在下凌霄派天师唐周，奉安都王之命，前来驱除怨灵。今日初见，不慎冲撞了侧妃，还请侧妃见谅。帝君下凡历难，定是不记得九重天上之事了。落轿。我并未认错，我亦是修炼之人。昔年，我于师门修行时，曾习得卜算之法，能见人的过往当下。方才我见公子身上颇有仙气，以前定是九重天上的神仙，故而这般称呼，请勿见怪。哎，你还真是神仙啊！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等你飞升成仙那日，可别忘了带带我啊！颜淡，你竟还活着！没想到到了凡间，你仍在帝君身侧。侧妃，侧妃，侧妃既是术士，为何会入宫为妃呢？又为何会有净身符？说来话长，此处并非叙话之地。唐公子受命去除怨灵，却在此徘徊，想必是遇到了难题。王公公语上千，线索繁多。既然公子撞上了我的教辇，自然是与我有缘。不如公子去我宫中一叙，说不定我能帮助一二。合欢露可催情生灭，往日在安都王身上已应验。帝君如今是肉体凡胎，亦不能抵挡。若我能与帝君交好，攫取帝君神力，我说这妃子之位，便是安都王位。
也不必放在眼里。